100多年前的老板们根本没想过，如果你饿死了，他仓库里的货到底卖给谁？当时的欧洲、英法这些老牌帝国刚搞完工业革命，就像几个疯狂扩张的超级大厂。机器一开，一天能突出1万双皮鞋，但资本家极其贪婪，给底层工人的工资低到连一双鞋垫都买不起，自家工人消费不起，仓库里的货堆积如山，货卖不出去，资金链一断，老板就要跳楼。为了活命，老厂长们想出个绝招，端着枪去那些还没通网的原始村落强买强卖，这就是传说中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这套模式刚开始玩得挺爽，直到街角新开了一家名叫德国的超级工厂，德国人搞起生产来不要命，钢铁产量直接把老大哥英国按在地上摩擦。但当德国厂长推着满仓库的货准备出门大赚一笔时，抬头一看，瞬间崩溃了。所有的路口，所有的村落全被英法的保安队用铁丝网圈死了。德国厂长面临着一个冷血的生存法则，机器停了，工人就要造反，货卖不掉，工厂就会原地爆炸。既然你不给我留饭碗，那大家就把桌子掀了吧。但他就是想不到给工人加工资，但你以为他不想涨吗？如果你真的穿越回1914年，坐进那个德国老板的办公室，你会发现自己根本没得选。假设你是一个有良知的皮鞋厂老板，你看着手下的工人饿得皮包骨头，你心软了，你决定把他们的工资翻1倍，你的皮鞋成本直接从10块钱涨到了20块。这时候隔壁街的王老板依然把工人当畜生使唤，他的皮鞋成本依然是10块钱。当你们两家把鞋摆到货架上时，市场是极其冷血的。在那个没有劳动法、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现在宏观经济学的年代，所有的资本家都陷入了一场名叫内卷的死亡游戏。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极其自私的账，我希望全天下的老板都给工人发高工资，这样那些工人就有钱来买我的鞋了。但同时我必须把我自己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这样我的鞋成本才最低，我才能卷死同行。只要大家都这么想，这套系统就会像一列刹车失灵的火车，死死地卡在一个死胡同里，工资越来越低，消费能力越来越差，仓库里的货越来越多。当整个世界本身是一台绞肉机的时候，你在里面当个好人，下场只会是被绞得连渣都不剩。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最终只有一个结果。于是1914年，为了抢夺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货商，几家超级大厂带着自己的保安队，在街头砍成了一锅血肉模糊的烂粥。这就是一战。就在这群老流氓打得倾家荡产、满地找牙的时候，园区马路对面走来了一个西装革履、夹着完美商业企划书的人，他就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如果说英法德是杀红了眼的传统土老板，那威尔逊就是个站在云端俯视一切的降维打击大师。他不仅看穿了这场火拼的荒谬，更带着极其精明的美式算计。此时的美国工厂不仅没挨炮弹，还趁着对面打架疯狂卖军火，成了全园区最大的债主和产能第一的超级巨头。威尔逊告诉他们，你们为了抢几个固定客户打得你死我活，这商业模式太 low 了。于是他抛出了那份著名的14点原则。第1条，公开缔结和平条约，废除秘密外交。以前你们英法俄喜欢在 VIP 包厢里秘密分赃，把市场全占了，以后不行了，所有的商业合同和地盘划分必须放在大庭广众之下。第2条，绝对的航海自由。这条是直接拿刀子捅大英帝国的心窝，英国之所以是霸主，靠的就是皇家海军封锁全球航线。第3条，尽可能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这个表面意思是取消关税，自由贸易，大家一起发财。但实际上，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自由贸易就是强者的屠杀通行证。美国当时的流水线成本最低，产能最大，只要英法敢拆掉保护本土工业的关税城墙，美国的廉价商品能在3个月内把欧洲的本土工厂合法卷到破产。第4条，互相保证裁减军备，降至维持国内安全的最低限度。既然咱们以后要在自由市场里竞争，那就不拼刺刀了，咱们拼财力和产能。在这个赛道上，美国当时闭着眼睛都能赢，大家都裁军了，手里攥着最多黄金的美国，自然就是唯一的真理。第5条，自由、坦率、公正地处理所有的殖民地要求。我们要听听殖民地老百姓的呼声，不能光顾着殖民者的利益。第6条，外国军队撤出俄国领土，让俄国自己决定政治发展。当时俄国刚爆发10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成立。威尔逊虽然不喜欢苏联，但他更不希望德国吞并俄国大片领土，变得更强。这条是为了维持东线军事。最后第14条是最重要的，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公约的普遍性国际联盟，旨在为大小国家提供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相互保证。表面意思是建立一个神圣的全球维和组织，大家互帮互助。前面13条把规矩定好了，地盘划分完了，谁来当裁判，保证大家不违规？当然是这个国际联盟。而作为这个蓝图的提出者，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理所当然的应该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用集体安全的紧箍咒，把全球的霸权从欧洲人手里彻底接过。只可惜他的步子迈得太大，扯到了当时英法政客和极度短视的美国孤立主义者的蛋。而在1918年底，德国其实还没被彻底打进本土，但国内经济已经崩溃了，实在撑不下去。就在德国厂长准备咬牙死磕到底的时候，威尔逊抛出了14点原则。德国人一看，眼睛都亮了，没有巨额赔款，不瓜分本土，
大家平等做生意，还要搞个国际联盟，大家一起投票。德国高层一拍大腿，这美国新任 CEO 是个大好人啊，咱们按这个方案重组，这波不亏。于是德国人基于对14点原则的信任，放下了武器，签了停战协议，甚至配合的把自家的德皇都赶下了台，建了个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他们满心以为迎接自己的是一场公平的商业谈判，结果等他们到了巴黎和会，才发现自己进的是屠宰场。到了巴黎和会的会议桌上，面对英法这两个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牌黑帮，威尔逊那份充满道德光辉的14页 PPT 被毫不留情的逐条腰斩。首先第2条，航海自由。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英帝国就是靠垄断海洋收保护费活着的，你让我把海路敞开，做梦，这条直接被英国强硬划掉。第1条，公开外交，反对秘密结盟。威尔逊还在台上念稿子的时候，英法两国早就通过塞克斯皮克协定这种极其肮脏的暗箱操作，把中东的石油和地盘偷偷瓜分的一干二净了。第5条，公平处理殖民地。英法根本不跟你废话，直接把德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海外资产全部吞并。为了照顾一下威尔逊的面子，他们换了个极其虚伪的马甲，管这叫委任统治。第3条，平等的贸易条件。法国总理克里穆梭对此最不满意，我半个国家被打废了，你让我跟德国公平竞争。法国不仅要抢走德国最富裕的阿尔萨斯洛林矿区，还给德国开出了一张天价赔款单，直接把德国逼上绝路。看着自己的企划书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威尔逊极其的痛苦，但他此时已经魔怔了，他像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死死抱着最后一条底线不撒手。第14条，建立国际联盟。在威尔逊的逻辑里，只要国际联盟这个全球总部的招牌能挂起来，今天在条约里受的委屈，英法搞的所有肮脏交易，以后都可以慢慢开会纠正。于是为了保住这最后的第14条，威尔逊亲手卖掉了前面的13条。他眼睁睁看着和平条约变成了一份敲骨吸髓的分赃协议。威尔逊以为自己虽然损失惨重，但好歹把国际联盟带回了家。结果他刚回美国，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大佬们拿过这份合同一看，直接破口大骂：你在欧洲被英法当猴耍就算了，居然还要我们签这个国际联盟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书，以后欧洲再打起来还得我们掏钱出兵去给英法当保安，滚蛋！你在外面装大哥，让我们来买单。由于威尔逊死要面子，拒绝在任何条款上向国内政客妥协，最终美国参议院连续2次彻底否决了凡尔赛合约。美国这个提出方案的总设计师不仅没有拯救世界，反而连自己亲手画的国际联盟的群都没加进去。威尔逊的这套企划书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因为诱骗了德国投降，随后又对其进行残酷的经济绞杀，成功在德国人心里种下了极度屈辱和复仇的种子。20年后，那个名叫希特勒的小伙正是踩着这14点原则的废纸，点燃了2战的战火。后来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回忆录里极其毒舌的评价，威尔逊的思想本质上是神学的，而不是理智的。凯恩斯极其绝望地指出，威尔逊满脑子都是政治体制和道德教条，却对欧洲濒临饿死的经济现状一窍不通。他带着一套空洞的原则来，最后被英法政客当成泥人一样随意揉捏。14点原则里最煽情的一条叫民族自觉，当时这话一出，全地球的弱小民族都沸腾了，以为青天大老爷终于来了。越南的胡志明当时也在巴黎，他租了套破西装，拿着一份请愿书想见威尔逊，要求给越南人一点点自治权，结果连威尔逊的门都没摸到就被赶了出去，转身就去了莫斯科，拿起了共产主义的武器。1918年11月，当一战停战的消息传到北京，整个城市都疯了。他们看着威尔逊在报纸上高喊民族自觉，公理战胜强权，简直觉得那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陈独秀甚至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当时的逻辑很简单，威尔逊说了民族自觉，既然德国战败了，他之前从清政府手里抢走的山东青岛理所当然应该还给中国。当时的北京甚至把克林德碑拆了，改成公理战胜牌坊，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西方自由主义理想期望值最高的一刻。1919年初，中国代表团带着满腔热血到了巴黎。郭维钧在和会上那场关于山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辩论据理力争，把日本人驳斥的哑口无言，赢得了全场掌声。然而在强权的牌桌上，掌声是换不回土地的。威尔逊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哀求，表现出了极其虚伪的一面。他心里很清楚，山东应该还给中国，但他在密室里被英法和日本联手将了军。日本人手里攥着一战期间和英法签的秘密协定，说好了山东归日本。日本人更狠，直接威胁威尔逊，如果你不把山东给我，我就拒绝加入你的国际联盟，还要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你那些民族自觉全是屁话。威尔逊为了保住他那张国际联盟的招牌，为了让日本这个亚洲大国入伙，他再一次选择了牺牲弱者。于是所谓的公理瞬间变了脸色。1919年4月底，英法美达成一致，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不归还中国，直接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就像在炸药桶里扔了一根雷管。那个曾经被陈独秀称为世界第一好人的威尔逊，一夜之间成了中国人口中最卑鄙的骗子。知识分子们发现，他们寄予厚望的西方自由秩序，本质上依然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丛林法则。那种被欺骗、被戏耍、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感，直接催生了5·4运动。学生们冲进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这不仅是对北洋政府无能的愤怒，更是对威尔逊
训示虚伪理想的彻底决裂。郭卫军最后那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成了那个时代的绝响。在凡尔赛合约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的座位是空的，那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就在全中国的精英对着威尔逊的14点原则骂娘时，北方的苏俄又补了一刀。1919年7月，苏俄发表了加勒罕宣言，公开声明苏维埃政府废除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中东铁路等利益无偿还给中国。威尔逊嘴上说公理战胜强权，背地里把你的土地卖给仇人。苏俄嘴上说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手就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这种反差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就是真佛和伪圣人的区别。因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这并不是一拍脑门就选择的路，而是在经历了理想幻灭、血泪教训和冷酷计算后，才最终在历史的货架上拿起了这把能救命的铁锤。当年的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沦为军阀们争权夺利的遮羞布。议员可以买卖，法律可以随时撕毁，这种松散的体制根本无法凝聚起4万万人的力量。共产主义它带来了一套前所未有的严密组织逻辑，通过严明的纪律和深入基层的支部，它第一次让中国这个庞大的躯体拥有了神经末梢。这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是解决弱国无外交、内乱无止时最硬核的药方。当时的中国作为半殖民地，民族工业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威尔逊的自由贸易本质上是让大国收割小国，这解决不了中国底层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当时是一个90%的人口都是农民的国家，谁能解决土地，谁就能获得这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国民党它的高层很多本身就是地主、官僚和商人，你要让他们搞土地改革，等于让他们拿刀割自己的肉，所以国民党注定失败。而共产党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直接下沉到最底层的村庄，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把几亿农民从被剥夺者变成了捍卫者。最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由于教育资源被精英阶层垄断，全国90%以上的人是文盲。当时的中国工人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动辄遭受搜身、毒打。最可怕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命，是因为自己没读过书、没本事，前世造了孽。共产党来了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发枪，而是办夜校。在安源路矿，李立三和刘少奇办起了补习学校。工人们收工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挤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老师教写工人2个字，他告诉这些目不识丁的汉子，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那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这世界是你们造出来的，凭什么你们要挨饿？这种教育让工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人。当一个被叫了一辈子狗剩的矿工，第一次在纸上歪歪扭扭写出自己的真名时，他那颗麻木的心被激活了。他不再是矿主账本上的数字，他开始有了尊严。光识字还不够，共产党还要教工人算账。老师会在小黑板上列清单，老板卖掉1吨煤赚多少钱，原材料多少，运费多少，最后发给工人的工资是多少。工人们一算，发现自己拼了命刨出来的财富90%以上都被老板卷走去上海买洋房养姨太太了。这种对比是极其惨烈的。工人开始明白，贫穷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被剥夺。以前工人受了委屈，要么跳井自杀，要么单打独斗去拼命，最后都被警察和工头残酷镇压。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带着严密的组织逻辑，这种组织不是散沙，而是有神经末梢的。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矿井都有党小组，他们教工人如何有组织的停工，不打杂，不乱跑。只要全员停工，机器一停，老板每秒钟都在赔钱。1922年，13000多名工人停工。因为组织严密，停工期间矿区甚至连一个路灯都没坏。这种克制而强大的力量让资方感到深深的恐惧。资方原本准备好了借口，只要工人一砸东西，就立刻勾结军阀开枪镇压。可他们等了5天5夜，整个矿区安静的落针可闻，只有工人们并肩站立，沉默如山的方阵。当停工陷入死局时，年仅24岁的刘少奇作为工人全权代表，只身闯入路矿当局的谈判大厅。当时矿区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谈判桌对面的戒严司令威胁道：“如果你不叫工人复工，我就立刻把你枪毙。”刘少奇面不改色，平静地回了一句震古烁今的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杀不了安源的1万多名工人。只要你们不答应条件，这矿井里的火就永远熄不了。”经过5天5夜的殊死博弈，资方彻底崩溃，被迫签下了13条协议。这些在13条协议保护下挺起过脊梁的工人，后来成了骨干，们明白了一个受用终身的道理：公理等不来，跪不来，只能靠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一笔一画，一刀一枪的夺回来。枪是吓不倒我的。告诉你们，工人已经站起来了，你们就是把我砍成肉泥，也休想工人复工。胡说！还是请你自己说一说吧。让我说什么呢？告诉工人他们是无理取闹，告诉他们要把我就地正法。误会。告诉他们就要谈判，工人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请大家再忍耐一下，只要我们团结的好，谈判一定会成功的。